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巴，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你是否曾经心情很好时，偏偏遇到了某些人某些事，让你突然觉得心情莫名低落、沮丧，而你也因为心情不好提不起笑容？这是因为你遇到了垃圾人，他将身上的负能量传递给你。你如果接受了他的负能量，那你也将会被负能量所笼罩。当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是负能量时，你也会将这些负能量传递给你周围的同事、朋友及家人。而这种全身充满负能量的人，我们称他为垃圾人。在你的身旁有垃圾人吗？他们曾经带给你怎样的影响？垃圾人有没有什么特征可以直接让我们分辨出来，并远远的就避开他？如果真的不幸遇到垃圾人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如果你对这些问题存在着疑问，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垃圾人定律，如果你也想知道垃圾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什么是垃圾人定律？垃圾人定律出自于有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心理学专业和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卫·波莱《垃圾车法则》一书中。他把进入病态的垃圾情绪称为垃圾车法则、垃圾车定律，也叫垃圾人定律，形容本身存在着很多垃圾情绪，需要找个地方倾倒垃圾的人。世界上有很多负面情绪缠身的人，包括你我都会有需要疏解负面情绪的时候，只是说他们不懂得如何适当的把身上的负面情绪化解掉。当这些垃圾累积多了，无法控制的时候，有人刚好碰上了，垃圾只好往他身上丢。那些自己稍有不顺就迁怒于家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行动，完全不顾后果，如同垃圾一样存在的破坏环境、肮脏、有毒的人，我们称之为垃圾人。垃圾人就像疯狗一样，发疯时不管遇到谁，遇到弱的奔上来张口就咬，遇到强大的就换个方式在背后狂吠，让人无比恶心。一位朋友在正确的车道上行时，突然间一辆轿车没打方向灯，就直接从路旁的停车格开出来，正好挡在前面。朋友立即踩刹车，两车之间的距离就只差个几厘米。这辆车的司机开门下车后，凶狠地瞪着我们，并且朝着我们大吼大叫。我朋友却表现得很友善，只是微笑对那家伙挥挥手。于是我问他，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做？那家伙差点毁了你的车，还可能伤害我们。我朋友说道，许多人就像垃圾人，他们到处跑来跑去，身上充满了负面垃圾，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又堆积，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倒。有时候我们刚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们身上丢，所以无需介意，只要微微笑、挥挥手，并赶紧远离他们，然后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就行。千万别将他们的负面垃圾接收，再扩散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或其他路人。垃圾人有什么特征？在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垃圾人，他们的特征大致如下：一、非常不负责任，凡事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事不关己；二、成天牢骚满腹，走到哪抱怨到哪，怨天怨地怨父母兄长，但从来不会检讨自己、改变自己；三、巧舌如簧，总爱逞口舌之快，喜欢搬弄是非，不留口德，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再从背后捅人一刀；四、极度自私，总是吃定自家人，觉得自家人会原谅他，不跟他计较是理所当然，并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软土深掘，得寸进尺；五、知恩不图报，嘴甜心狠，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6. 夸夸其谈，总会找机会自我炫耀一番。7. 心里阴暗，狂妄自大，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一点小事就火冒三丈，喜欢计较小事，纠结无关紧要的细节，继而找茬生事，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容易被激怒，一言不合就翻脸。第7种垃圾人是最危险的，是我们在新闻上的社会事件常看到的，是行走的不定时炸弹。我们一定要能识别并远远地躲开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垃圾人呢？你都是如何处理的？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分享讨论垃圾人的真实案例。在生活中，关于垃圾人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在网络上随便一搜一大把。之前曾看过一则新闻，大陆一名28岁的女孩带未婚夫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外婆，在住院部楼下，他们不小心碰到一名醉汉，对方竟劈头盖脸进行辱骂，言语不堪入耳。女孩与醉汉理论，谁知醉汉突然抽出刀子，冲着女孩心脏连捅2刀，然后追着未婚夫一路砍杀，致其腿部多处刀伤。虽然警察及时赶到，制服了醉汉，但还是没能挽回女孩的生命。短短几分钟，这对情侣一死一伤，据说2人刚拍完婚纱照，即将结婚。还有一则新闻是，台湾一名女孩到火锅店吃饭，转身时头发不小心碰到了隔壁桌一名中年男子的手肘，男子瞬间怒了，大声斥责女孩不讲卫生。女孩立即道歉，该男子却不依不饶，骂个不停。女孩终于忍不住了，回骂了几句，言语有些激烈。没想到该男子竟然当场暴走，端起滚烫的火锅便向女孩的脸泼了过去。虽然店里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给女孩冰敷，并叫来了救护车，但已经于事无补。经过医生检查，女孩的脸被严重烫伤，到了近乎毁容的程度。从这2个案例可以看到，在这社会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人，而像这种充满暴力之气的垃圾人真的不在少数。他们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要想不被炸伤，只能远离他们。如何处理垃圾人？在生活中，我们如果遇到垃圾人，应该如何处理？我们都知道，尽可能不要靠近垃圾，避免自己产生垃圾味道，这不仅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他人。那么面对垃圾人，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呢？我们不需要因为垃圾人而影响一天美好的心情。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这句话放在垃圾人定律中再合适不过。大意是，你与恶龙斗气，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恶龙。总是喜欢跟黑暗的深渊较劲，深渊也会对你纠缠不休。你可以试着想想，在平常你出门的时候，如果碰巧遇到垃圾车时，你会如何做呢？你是不是会绕道而行，或者是捂着鼻子快速通过？垃圾车周围都散发着垃圾臭味，你应该不会想缓慢地跟在他的屁股后吧？那么今天，如果你遇到的是垃圾人呢？是不是也这样做就好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我朋友遇到垃圾人司机时的处理方式，对他微微笑，挥挥手，然后赶快离开，别带走他丢向我们身上的垃圾。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是回应他凶狠的眼光，就是会想跟他理论吧，觉得自己站在理上，不应该默默地吃闷亏，总要讨个说法，要个道歉。然而在现今社会上，这种类似情况的新闻还少见吗？首先，你跟他争论，浪费的是你的时间，他的时间不值钱，难道你的时间也不值钱吗？而且在生活上，有些人我们根本不需要跟他讲道理，因为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试图去说服垃圾人，因为你永远无法说服对方。再来，就算你争论赢了又怎样，还不是一样带着这身垃圾臭味离开？受到影响的还不是你身旁的朋友及家人？万一你遇到的是像前面提到的真实案例中那样充满暴力之气的垃圾人呢？不仅可能招祸上身，甚至可能连小命都没了。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人竟然会因未知麻绿豆大的小事拿命跟你拼。你与他萍水相逢，他却是你不共戴天。所以垃圾人是我们惹得起的吗？
如果我们惹不起，难道也躲不起吗？你装垃圾，那我就装绅士，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包垃圾。如何处理身上的垃圾情绪？在我看来，垃圾人就像街上的一坨狗屎，如果你不小心踩了上去，只会有一个想法：哦，踩到黄金了，今天可能会有好事发生。用自嘲将负面情绪转化掉，接下来就是赶紧擦掉它，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一般心态平和的人都能轻易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并重新专注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人生短暂，实在没必要在垃圾人身上浪费心思和精力。我们快乐的生活，绝不能让垃圾人左右。要想远离垃圾人，我们要懂得消化自己的情绪。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一个本身心中纠结的人，是很难抵制外在垃圾的侵袭。当你遭遇别人扔垃圾时，冷静关注自己的情绪，准确识别出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及时找出负面情绪的原因，考虑有无解决办法，瞬间转念将消极转变为积极。我们要截取美好的，摒弃不良的，让心态变得从容平和，才有足够的自信去迎接每一天。然而，要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鸟事瞬间转化掉是需要练习的。要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时就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有时光机器可以回到过去。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纠结于负面情绪，然后影响着爱我们的人，让他们也不快乐。或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积极方法，将负面情绪转化掉。而我自己会将这件鸟事的发生，想出几个好处，让自己瞬间转念。如创业失败了，是不是这一个项目不适合我？还是我有哪个环节是错的？还好现在能让我发现及时改进，才没能损失更大。如出门遇到垃圾人，有人没打方向灯就变换车道，还好我开车速度不快，没有撞到。这是不是佛祖在提醒我们，社会上这种移动式炸弹很多，就算我们很小心，别人也不一定会小心；就算我们守法，别人也不一定会守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小心谨慎。在生活中，我们要尽可能接近充满正能量的人，因为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一个人的三观如何，一般来说，一半来自他汲取的知识与接触的社会，另一半则来自家庭与朋友，而后者更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真正的益友是能相互鼓励，并且对生活充满激情的，所以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很重要。和正能量的朋友交往，你也会因此变得正能量起来。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能量的人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都会更加积极，而这些状态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除了接近正能量的人之外，我们也要尽可能让自己的内心自带光源，毕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正能量的人。那些你爱的人，你无法自己选择的家人，或许他们也正在为负能量所苦，这也只能靠你去给予他们正能量了。如史蒂芬·霍金所说，如果你患有残疾，这也许不是你的错，但抱怨社会或指望他人的怜悯毫无益处。一个人要有积极的态度，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但能选择看待生活的方式。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生活有10%是靠你创造的，而有90%是看你如何去对待的。正能量让世界更美好，与正能量的人交往固然重要，但这是一种所求，在人际交往或工作事业中，只有付出给予才能成功。所以我们要努力让自己成为正能量，去影响他人，去拥抱一切美好的事物。这种正能量之间流动的感觉，会让你越来越有自信，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让你的生活圈子充满正能量。而能量越高的人，成就越大。如果我们躲不及垃圾人，那就要避免自己产生垃圾。余生很贵，请不要浪费在烂人烂事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
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巴，那我们下一期再见。